亲爱的朋友，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每天早晚都认真刷牙，用漱口水，嘴巴却还是有异味，有时喉咙还卡卡的，像有什么粘着在那里。更烦人的是，稍微吹个风，吃点刺激的东西，就容易感冒、咳嗽。很多人以为只要用那种凉凉辣辣的漱口水就万无一失了，结果呢，用了几天，刚开始好像不错，但过不久问题又回来，甚至有些人用到嘴巴脱皮、喉咙刺痛，反而更不舒服。其实这些市售漱口水虽然有杀菌效果，但有的成分太强，不仅可能破坏口腔的自然防护，还会让我们的口腔越来越干，越来越敏感。尤其是我们年纪稍长之后，口腔黏膜本来就比较脆弱，更不适合长期用那些太刺激的产品。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啊，真正温和又有效的漱口法早就在我们厨房里了，就是用温盐水漱口。没错，不用跑药房，不用买贵的牌子，只要一点食盐加上温水，就能变成每天都能使用的天然超强漱口水。很多人小时候应该也听过妈妈或阿嬷这么教我们，只是后来我们忙，我们忘了，也不觉得有多神奇。可近几年，越来越多医生和护理人员都再次推荐这种老方法，原因就是它真的有效。盐水可以帮助调节口腔酸碱，减少细菌滋生，还能缓解喉咙不适，预防口臭，减少牙龈发炎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没有任何副作用，长期使用也不伤口腔。我们频道的留言区就有好多观众分享自己的经验，有人说用了3天就感觉嘴巴清新了，有人说喉咙痛的次数变少了，也有人说用了盐水，牙医说他牙周状况进步很多。所以在节目开始前，也邀请您一起来互动一下。欢迎您在留言区打个数字，1代表有用过，0代表还没试过，或留下您的经验分享。如果您也正在被喉咙痛、鼻塞、口臭困扰，我们也很希望能听到您的故事。因为有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往往不是花大钱买来的，而是被我们遗忘在厨房角落的生活智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杯简单的温盐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它的原理是什么，怎么做效果最好，哪些人最适合天天使用，我们一个个慢慢说清楚。很多朋友听到盐水漱口这4个字，第一反应是不就是杀菌吗？但其实它的作用远比我们想象的还多，背后有一整套科学逻辑。我们先来说说一个重要的概念，叫做渗透压。这个听起来有点陌生，但其实很简单。我们身体的细胞都泡在一种叫体液的环境里，里面有一定的盐分浓度，而当外界的液体浓度跟体内不一样时，就会发生水分跑来跑去的现象，这就是渗透。盐水之所以能杀菌，原因就在于它比细菌细胞的浓度高，会让细菌细胞里的水分被吸出来，造成脱水、干枯，最后细菌就渴死了。这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杀菌方式，不靠化学药剂，而是借助自然的原理。另外，盐水还可以帮助溶解我们喉咙和口腔中的粘液，像是鼻涕倒流、口腔溃疡分泌物、喉咙卡卡的痰，这些东西平常不容易清干净，用盐水漱口就能慢慢软化，清除干净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。而且温热的盐水还有一点点热敷效果，能让黏膜血管稍微扩张，增加局部循环，有助于修复受损组织。尤其在秋冬季节，空气干燥，冷热交替，喉咙特别容易不舒服，每天漱漱盐水对我们年纪稍长的人来说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保养方式。那问题来了，盐水要怎么调才刚刚好？太淡没效果，太咸又会刺激喉咙。最推荐的比例是250毫升温水加入1.5克食盐，也就是我们平常喝水的马克杯1杯，加上大约1/4小茶匙的盐。这里也有几个重点值得注意。第一，水温不要太烫也不要太冷，约莫40度左右，手摸起来微温不烫嘴，这个温度刚刚好，不刺激，又能帮助溶解盐分。第二，盐要用一般的食用盐就可以，
不用特别买什么岩盐、海盐、白盐就很好。除非您本身是低耐饮食，那就选低耐盐也可以，但大多数人用普通盐就行。第三，漱口方式也有学问，不是嘴巴一含就吐掉，而是建议抬头仰一点，让盐水在喉咙深处稍微停留几秒，同时轻轻发出啊的声音，这样能让盐水触及更多部位。有些人甚至会搭配轻轻吸一点盐水进鼻腔，或用喷雾方式清鼻子，这在医生的临床上也被称为鼻腔冲洗，对鼻塞、过敏性鼻炎也有帮助。听起来是不是简单又实用？这一套盐水漱口加鼻腔保养的方法，在不少医院的耳鼻喉科都是标准建议，尤其是流感季节、过敏高发时节，更是每天推荐病人使用。那如果您想进一步提升效果，盐水里还能加一点料，让它变身为真正的超强漱口水。下一段我们就来告诉您，哪些天然成分只要1滴2滴就能让这杯盐水的效果翻倍。如果说温盐水是基础款的日常养护，那只要在这杯盐水里加上一点天然小配方，它立刻就能升级成加强版的口腔保养水。很多观众留言提到，他们会在盐水里加一点生姜汁、小苏打，甚至蜂胶、柠檬水。这些组合其实都是有根据的，也确实有人用了之后感觉效果更好。那我们一个个来说说它们的好处和适用情况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最适合的版本。首先是生姜汁，生姜本身有天然的抗发炎、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，很多人冬天喝姜茶暖身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您喉咙经常发炎，讲多了话就痛痛的，或者舌头根部常有灼热感，那可以试试看在盐水里加1到2滴现榨的生姜汁。不过提醒一下，姜汁味道偏辣，第一次用可以先少量试试，不舒服就不要勉强。而且如果您是体质偏燥热的人，或有胃食道逆流，就不建议常用姜。接下来是小苏打，学名叫碳酸氢钠，这个很多家庭都有。它的特点是可以中和口腔酸性，减少口臭，舒缓牙龈发炎。牙医诊所里开的某些漱口粉，其实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。用法是，在250毫升的盐水里加入少量小苏打粉，大约1/4小匙以下，用来漱口1、2分钟再吐掉。有人会问，小苏打是不是每天都能用？建议是1周使用2到3次就好，天天用可能会让口腔 pH 值过于偏碱，不太适合长期使用。再来是蜂胶，这是一种天然抗菌成分，是蜜蜂采集植物树枝加工而来的，很多保健品或喉糖里也都有添加。蜂胶能杀菌、抗发炎、保护黏膜，对喉咙干、容易破皮的人特别有帮助。使用时可以在盐水漱口之后，另用1小杯清水滴入2到3滴蜂胶液体，轻轻含漱后吞下或吐出都可以。有些人也会直接喝进去，加强抵抗力。但要提醒，蜂胶属于密封制品，有些人会过敏，用前可以先在手背试试，没红没痒再使用。除此之外，也有人会加柠檬汁或1小滴苹果醋，希望增加杀菌和清新口气的效果。但这类酸性成分要特别小心，千万不要空腹漱口，也不要在刚刷完牙时使用，以免伤害牙齿珐琅质。总结来说，这些加料版的盐水可以根据个人体质和需要来选择，不需要一次全加，也不用每天加，重点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频率和搭配，才能长期维持效果。如果您曾经试过加生姜、小苏打或蜂胶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经验。如果还没试过，也可以从最简单的温盐水开始，每天早中晚1次，慢慢观察自己的变化。很多人用了3、5天，就觉得嘴巴清爽多了，喉咙也比较不容易不适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聊聊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重点：盐水漱口，什么时候做，怎么做才能发挥最佳效果？时间和方法往往比你加了什么还更重要。很多人听完盐水漱口的好处，第一时间就迫不及待冲去厨房调一杯。但也有观众留言问，什么时候漱最有效？要刷牙前还是刷牙后？饭前还是饭后？
一天几次才刚刚好？这些问题问得非常好，因为不只是用什么重要，怎么用，什么时候用，其实才是真正影响效果的关键。我们先说一天数几次最好，一般建议是一天3次最理想，分别是：第一次，在早上起床刷完牙之后，因为经过一整晚睡眠，口腔内累积了很多细菌，这时候漱口最能清除黏膜表面那些细菌代谢物，让您一整天嘴巴都清清爽爽。第二次，在午餐或晚餐后半小时，吃完饭后，口腔会有很多食物残渣，虽然我们刷牙或漱口能清掉一些，但有时候喉咙后面还是会卡东西，甚至鼻子也觉得不太通。这时候用盐水漱口，顺便含一口水，仰头发出啊道的声音，喉咙更容易清干净。第三次是在晚上睡觉前，尤其是年纪渐长，很多人有鼻子不通、喉咙干、打呼严重的问题，甚至睡到半夜还会被喉咙不适吵醒。这时候用温盐水漱口，不仅杀菌，还能舒缓黏膜、润喉防干，帮助您睡得更安稳。再来，我们讲讲正确的漱口方法。很多人习惯含一下就吐掉，但那效果其实很有限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嘴巴含一口盐水后，轻轻仰头，让水流到喉咙深处，再发出轻轻的啊道声音，持续5到10秒，接着换另一口水，重复动作。整套流程大约花1到2分钟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可以让盐水真正接触到咽喉后壁和扁桃体部位，那些地方往往是细菌滋生和发炎的高发区域。若只是漱牙齿前面，根本触不到重点区域。另外，如果您有鼻塞、鼻涕倒流，甚至容易感冒的状况，也可以考虑搭配盐水鼻腔清洗。方法很简单，用专用的鼻腔喷瓶或洗鼻器，将浓度相同的盐水轻轻冲入鼻孔，然后头侧向一边，让水自然流出。这种做法在西方医学里早就被证实能有效缓解过敏性鼻炎、感冒、鼻塞。不少观众也留言说，他们在疫情期间就是靠这一套早晚漱口加洗鼻，几乎没有生病，甚至连家人也跟着一起使用，连小朋友都受益。但也要提醒一句，如果您是刚做完牙科手术，有严重牙龈疾病或喉咙有开放性伤口，建议先咨询医生再使用，避免造成刺激。简单说，只要掌握好时间点，方法得当，盐水漱口不仅是清洁口腔的小工具，更是日常生活中预防疾病、养护喉咙的一大妙招。说到这里，或许您也听过一些传言，比如盐水会让牙齿变黄，能不能一次调好整天分量？漱完之后要不要再用清水？这些常见的疑问，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厘清，避免您再使用。很多观众在留言区提问关于盐水漱口的一些细节，我们今天就一一来说明，希望能帮您用得更安心、更有效，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第一个常被问的问题是，盐水会不会让牙齿变黄？答案是不会。正常浓度的盐水不会让牙齿变黄，反而因为它有助于减少牙菌斑，缓解牙龈炎，长期使用可能会让牙齿看起来更干净。不过，如果您盐加太多、浓度太高，或用力刷牙再搭配盐水，那确实有可能磨损牙釉质，让牙齿变得较敏感。记得温和、适量、规律才是关键。第二个问题是，盐水可不可以一次调好，放着慢慢用？原则上，盐水最好是现调现用，因为放太久容易污染，尤其在炎热潮湿的环境下，细菌反而会在水中滋生。建议每次用250毫升就调250毫升，不用太麻烦。一杯温水，一撮盐，1分钟就搞定了。如果实在不方便，也可以早上调好1天的分量，用盖子密封好，放在阴凉处，24小时内使用完毕。但请注意不要反复加热或暴露太久，保持干净是最重要的。再来，有观众问，漱完盐水之后还需要再用清水漱口吗？其实这个可以视个人情况来决定。如果您对口中的咸味不太介意，
或者喉咙正处在不适期，建议不用再清水冲洗，让盐水的余温和成分继续停留在口腔和咽部，有助于延长抗菌效果。但如果您觉得嘴巴太干，味道残留太久，那也可以轻轻用一口清水含一下再吐掉，不影响主要效果。最重要的是不要马上进食或饮水，至少等个5到10分钟，让盐水的功效充分发挥。还有人问，用盐水漱口是刷牙前好还是刷牙后好？正确的顺序是先刷牙再用盐水漱口，因为刷牙可以先去除牙垢与牙菌斑，接着盐水才能更深入接触口腔和喉咙表面。如果是饭后用，也建议先简单漱口或刷牙，再做盐水漱口，这样比较彻底。最后，有朋友担心盐水会不会杀死口腔里的好菌？答案是，只要浓度适中，是不会的。我们的口腔中有许多菌种，好的坏的都有。温盐水的作用是通过渗透压来降低坏菌数量，同时保持口腔环境的平衡，而不像某些强效化学漱口水会把全部菌群一网打尽。其实就像种花一样，杂草要拔掉，但好土要留下来。盐水就是一种懂得挑的温和方式。讲到这边，相信您对盐水漱口已经有了更全面的认识。不管是预防口臭、缓解喉咙不适、改善鼻塞，或是日常的简单清洁，这种古老又科学的方法都值得我们每天花几分钟来实践。如果您已经开始使用盐水漱口，不妨持续1-2个礼拜看看变化。如果还没试过，那也鼓励您从今天开始动手试一试。厨房的盐和一杯温水，或许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转变。亲爱的朋友，听到这里，您有没有发现，这杯看似简单的盐水，其实背后蕴藏着不少讲究和智慧？它不是万能药，更不是神奇偏方，但却是生活中最贴心、最平价、最实用的保养工具之一。不管您是正在烦恼口臭、牙痛、喉咙干痒，还是只是想让呼吸更清新，减少感冒的发生，用盐水漱口都是一个安全又值得尝试的方式。它不依赖药物，不需花大钱，也没有副作用，只需要我们愿意多花一点时间，每天几分钟，持续去做。很多观众留言说，他们小时候就被妈妈叮咛用盐水漱口，现在长大了、老了，才真正体会到那句老办法有时最有效。确实，传统的智慧加上现代的理解，我们就能用最简单的方式照顾好自己和家人。而如果您愿意，我们也真诚邀请您在留言区打个数字1，代表我也有用过，或者打个0，代表我还没试过。当然，您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，比如您是怎么调配的，用过哪种加料板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善？每一位观众的故事都是最珍贵的参考，也可能正好帮助到还在犹豫的朋友。我们一直相信，健康不是靠医生的药单，而是靠自己每天的小小坚持。盐水漱口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小习惯。今天听懂，明天开始做，日子久了，您会发现身体的细微变化会从口腔开始，悄悄传递到全身。感谢您看到这里，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也欢迎帮我们按个赞或分享给您的亲人朋友。您的一个小动作，可能就为别人打开了一个新的健康起点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